阿富汗在这个政权易主之后呢，刚开始这个阿富汗的现任总统甘尼呢就逃亡了啊。那逃亡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媒体有非常非常多的报道，这个每一家都有报道，但是报道内容千篇一律，因为大概都是一个来源哈，那大家就复制贴上。做一点点修改，也就是说呢，他带了大批大批的现金，虽然没有真实的画面，但确实这个描述很有画面感哈。说钱多到什么程度呢？钱多到塞满了4辆车还不够，直升机都装不下。最后呢，还有几袋钱是落在这个跑道上啊，有没有？那画面感马上就浮出来哈。这是这个电影般的镜头哈，这电视新闻非常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这个描述哦。好，那么现在他去了哪呢？真相大白，他现在落脚在阿布达比啊，落脚在阿布达比安顿好之后呢，哈，他要讲话了，告诉大家你们都在黑我，我哪有带钱跑啊哈。好，最近呢，他出来讲话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并没有像新闻中描述的那样带着巨额现金逃跑。他怎么说呢？他的原文说：我离开的时候哈，我就是穿着背心、鞋子、一件 T 恤。我什么都没有带，新闻说我把钱带走都不是真的。当然了哈，他也继续讲，他说他之所以离开是在幕僚的强烈建议之下离开的，因为他再不走的话，恐怕就要血流成河了哈。为什么他要出来讲话？说实在的，假设了哈，他带了大笔的现金哈，流亡到国外。就过着舒服的日子，而且他从小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嘛啊。但是刚刚在介老师的节目当中，一再强调甘尼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他哈，就从他的传奇逃亡开始。当然，现在他已经要出面这个辟谣了。我觉得有个实在是蛮讽刺的哈。甘尼是谁呢？哈，他出生在阿富汗一个非常非常有钱、非常富有的一个家族，是一个极大部落。那么大概地位也相当于算是一个部落中的王子啦，含着金汤匙出生哈，从小家境优渥，所以可以过很好很好的生活，也受很好的教育。那么后来他到美国，辗转到美国之后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这个人类学的这个博士学位啊。那他最自豪的是他有一个专长，这个专长现在看起来非常的讽刺。他研究什么呢？他专门研究失败国家，他写了一本书哈，叫做《修复失败国家》。好。这个命运真的很捉弄人了哈！早知道有今天，他可能不敢写这本书了哈。他长期很自豪，全世界哈研究失败国家，我就是权威了。失败国家有几个特征，他整理出来嘛。第一个贪腐哈，贫困；第三个恐怖主义，讲的好像都是阿富汗啊。好，所以介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哈？像您刚刚讲的，美国呢，正是因为没有搞定他哈。所以搞得到最后呢，自己狼狈不堪。为什么他的位置这么重要？他到底有没有抛弃阿富汗人民？我觉得他的这个历史定位还没有完结。可是你要从阿富汗的角色来看的话，他可能在阿富汗将来历史的角色是比较正面。现在当然美国人把他骂的这个狗血喷头了。将来一定起他很多黑底，然后把他说是一个贪腐不堪，然后是一个阿斗型的，然后没胆什么，这是西方媒体现在就是要把他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那我想从阿富汗的历史上来看，他避免了一场流血，然后呢，他避免了一场呢，就是说大规模的一场杀戮，然后这个再怎么打下去就是一个内战而已。那么，而且他一直选择站在哪里？他选择在美国人这一边。对。那所以从长远的历史的长河角度上看，我觉得他现在考虑是他在阿富汗历史上的地位。那他现在为什么就突然出来讲话哈？因为我注意到了，西方媒体已经称他为 former president， 前总统。前总统。可是应该说是一个怎么讲呢？流亡的总统。那现在他这个沙利赫就是副总统啊，人家美国已经承认他的地位，就是说他现在就是总统。就是美国已经抛弃甘尼了，就对了。甘尼就是。可是甘尼现在是一个定时炸弹。就是说他其实非常危险。他因为他知道太多了。他不但知道太多了，他知道美国人的这个跟他的中间的这些不管什么样的台面下的交易啊，他最清楚。而且他现在讲的任何话，都可能会最受伤害的是他的盟邦的盟友，是美国人，是其他整个
这些北约的军队，他可能会反击。因为什么？你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他现在就开始替自己先洗心，他可能要反击。对。然后呢，他可能说几个名字，会让美国的政坛也会起一些风暴。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其实走这个策略是自保，因为他现在要躲起来反而不利，因为躲起来可能就有一天不晓得就怎么样，他就从这个世界就消失了对，这就是间谍战了对，他现在越在明处，他越安全。所以我觉得他选择明处，也反映他知道他现在处境的危险。知道太多的人，常常都是要把灭口的对象那所以他现在走到这个台面上，而事实上的话，他现在过去这个美国在这个阿富汗用的什么方法呢？是用塔吉克族来对抗普什图族。对，这挑起他阿富汗内部的民族的矛盾。那塔吉克族事实上，他们虽然跟土斯克，就是以土斯克为主的这个塔利班是对立的，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国家叫阿富汗。对，所以过去他的前任，这个嘎尼总统前任，他就已经说塔利班是我们的兄弟了。这句话讲了他就下台了。因为美国人不能接受。那虽然他是过去20几年做了美国人我想就是说，他既然做了阿富汗总统以后他的阿富汗心又回来了。所以我认为他又站回阿富汗这一边。那么他如果说他今天还在这个喀布尔的话，那么今天阿富汗现在可能正打得非常激烈。我相信他把武器放下来，他放弃了去进行一场长时间内战的这个决定，是造成今天尤其是美国对他非常不满的原因。可是呢，要从阿富汗长远的历史来讲的话，他可能是替阿富汗人民从解脱出20年这个血腥的这场战斗的他可能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好，有很多朋友也许对于这位阿富汗的这个总统嘎尼不太了解，我说一下他的背景。他是1949年出生那么在这个长大之后离开阿富汗呢，旅居海外长达24年那么他也拿了美国的护照那么他在美国呢，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很会念书拿到博士学位他专门研究这个人类学之外呢，他毕业之后呢，进到了世界银行工作，就专门负责这个亚洲方面的一些投资。那么后来呢，他又返回了这个阿富汗担任这个财政部长。2002年开始担任财政部长。那么他的工作也做得蛮不错的个性很积极所以当时我们不是都会有全球的评选吗？他就入选了当年的这个亚洲的最杰出的这个财政部长同时他也有相当的学术性格。那么2004年他就担任了科尔布尔大学的校长他也曾经在科尔布尔大学念书过，他就担任了科尔布尔大学的校长。然后呢，他著作了这本修复失败的国家。这是跟另外一位学者合著，是牛津大学出版。那么这本书呢，因为研究的领域比较特殊，所以常常只要有哪些国家遭遇了困境，这本书就会拿出来大家做一个对照等等。那在这本书里面，他也特别有一个章节，他就写什么呢？第5章说国际社会的援助情节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是他有感而发吧。他认为很多来自外国的援助他的目的只是在收买人心，并没有真心的想帮助这个国家的政府提升他们的治理能力所以也常常最大的问题就是忽略了受助国家的文化。你想想看，他多有远见他写的这个话呢，好像就是在讲这个阿富汗。那么2014年他当选了总统，其实他中间反反复复，2009年他就参选，后来他败选，但是呢，这个越战越勇2014年再出来选，后来他当选，2019年连任。那么2014年当选的时候呢，他给了阿富汗选举的时候有很多口号嘛，给了很多的承诺。什么承诺呢？他希望要重建国家，希望要打击腐败，希望要修复受损的经济等等因为他也是经济学家，所以在税收方面等等，那他都算是有一些贡献。他也希望呢，游说在海外有钱的阿富汗人回到阿富汗来共同建立国家。但是很可惜，到此刻为止呢，我们看到他的承诺并不算是兑现因为如果兑现的话，阿富汗就不会是今天这样
那么他的个性如何呢？根据亲近他身边的人讲，以优点来讲呢，他算是相当的严谨啊，因为学术性格嘛啊，很多事情要追根究底，个性很积极。但是呢，据说他的个性非常的暴躁，也非常的傲慢，然后呢又冷漠又苛刻。据说呢，帮他做事的人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阿富汗的政府的待遇不高，所以以他当时阿富汗总统他的年薪呢，美元大概才1.34万啊，大概才多少50万台币左右吧，哈，很低了哈。但他不在乎嘛，这些这么家里很有钱啊，他身家900万，而且当年呢，他在这个担任这个进到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负责亚洲投资，当时刚好是这个苏联撤退啊等等，他利用那个时机，据说他个人也累积了不少的财富。那另外他的家族不得了，他的家族呢就是阿富汗最大的普什图部落的一个家族啊。那么他到兄弟现在目前为止仍然是这个家族的主要掌管者。还有大家最近发现，因为很多新闻很好看啊，阿富汗这个新闻有硬的一面，有软的一面。软的一面就是什么？就他的侄子，他侄子长得很帅，有没有？跟电影明星一样。那么跟他一样，就提前在阿富汗动乱之前就落跑了，落跑搭着私人的专机哈，你就看到很有趣，哪有人落跑还拍照片啊，还拍帅照，有没有？他一个手插在口袋里面，以非常优雅模特走台步的姿势哈，走向停机坪，进到他的私人飞机里面，连拍啊，那个背影，帅气的背影，我看到这个呢，有点哭笑不得哈，没有人逃难。还给自己做记录的，很有意思。然后呢，他还在 IG 上发文，逃难前他说他要优雅的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那么过去呢，他就很喜欢炫富，因为家里有钱嘛。他不到30岁就担任家族这个嘎尼集团的一个总裁，不到30岁，然后你看到他的 IG 上满满的炫富文哈，要不然就跟美女合照啦，跟一个什么狮子合照啦哈，要不然就是跑车啦哈，要不然名表啦，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啊。那冈尼的家族呢是运输起家，那么后来在冈尼当上总统之后呢，当然锦上添花，因为阿富汗有很丰富的矿产，但是据说呢这个矿产没有怎么太好的开发，所以冈尼当总统之后有很多的传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冈尼当总统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就跟美国有很多一些协议等等，让出了一些采矿权，当然受益让美国很多家族受益，也让自己的家族受益啊。他就是一个老贵族嘛，对，那又有这个西方的很强的背景，所以他最适合做一个美国政府希望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的头嘛。那他如果说自己太能干，或者说没有接受他背后老板的这个意见的话，那么他就可能就做不下去。像过去美国在各个地方扶植像冈尼这种人大有人在嘛，对，很多后来都被美国人暗杀掉了。因为冈尼他是为了在2009年为了竞选阿富汗总统才放弃了自己的美国护照嘛，对啊，对不对啊？对，也就是说他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人，美国扶植他是最无缝接轨的，对不对？语言上啊，很多思想上啊等等。几乎都不太需要有太多的一些障碍嘛，对不对？对啊，当然美国都是要扶植自己能够接受的嘛，起码说得上话的人嘛，那他就最适合了。对，这个所以他就是一个最好适合做美国利益代言人的人。那所以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他能够得到位置，也是跟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完全怎么样？平行的。他绝对不敢去违反任何美国的利益。可是就是说，如果他像他这种学者的话，他也知道这些就是帝国主义啊。对，这些在他的国家要扮演什么角色？那么他如果有良知的话，我想还是会冲突的。在关键点，他还是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就像这一次，我觉得他选择不抵抗或者不打仗，那么这也可能就是他最后他可能他。阿富汗人的这一面的性格那么做了他这次决定的一个主导。
好，身为一个贵族，身为一个很会读书的贵族，身为一个很会读书的贵族，又选上总统的这个人哈，我相信他对于自己的自视甚高了。就因此呢，他应该是很在乎自己的形象，他无法容忍这个大家对他的抹黑，更何况季老师讲，他可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自己的生命呢随时会有危机哈。那在过去呢，他在国内，当然我们知道每个领导人都喜欢形塑自己的形象啊，他也透过很多这个文宣管道形塑自己的形象，是阿富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啊，因为他有西方的背景哈，他懂得财税，他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者等等，他会写书啊，学历也很好，他也形塑他是全球最聪明的什么头脑什么第2号什么之类的哈，他给自己做了一些很多的形象的一些塑造。那我不太能够理解的是，我想请教一下介老师哈，以这样一个这么亲美、对美国这么懂、对美国这么友好，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甚至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的刚尼来说，美国最后为什么搞不定他，导致自己仓皇出逃？其实美国在过去在树立傀儡政府最后他们这个推出来的人搞不定的哈，他不是第一个，李承晚也是美国人搞出来的，那么吴廷琰啊，这都是美国人搞，最后都是被美国的暗杀的，对，所以他算是目前还保住一条命，还不错啊。那不过就是说，你基本上你要做别人的傀儡的话，基本上就别人的要唯命是从。你如果有自己的主张的话，那很对不起，你就得他就要想办法把你换掉。而且他当时那个选举，我一直觉得很有问题的，就是对，阿富汗政府从来没有掌握住全阿富汗。那我觉得他那个选举，如果就在投票率啊，还有他 cover 的范围，如果只有半个阿富汗的话，那它有合法性吗？对，所以阿富汗的几次总统选举，我们看到都出现很大的争议嘛，最后还是美国出来斡旋嘛。对，美国说谁当选谁就当选的概念哈。对啊，对，是有点这个调调。那我觉得对于刚尼来讲哈，大家想想看，此刻他的心情啊，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命很重要，还有他一生他对自己的期许啊，家族的定位啊，整个他所钟爱的国家，我相信他对阿富汗还是有情感的，对自己的民族还是有情感的。好，对于这个伟大远景的一个破灭，我相信他此刻的心情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心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委屈吧。比方说当初川普的这个跟塔利班的撤军协议，他就完全像个路人甲，对不对哈？他完全没有参与，那为什么呢？我想这就是傀儡总统的必然的命运吧。就关键时刻，人家要把你丢到一边的时候，就被丢到一边了。那他这个去年2月就是对他最大的一个尴尬。那个时候他大概就寒了心哈，对。我觉得他就看清楚了，他就觉得那个你如果说一个正常人心里面都会有很大的冲击，那更何况他是阿富汗的总统。跟美国人密切配合，对美国人要什么，他哪一个没有配合美国人？那为什么变成那个下场？所以去年2月的那一个被出卖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在他心里面留下了很深的伤疤。所以既然美国出卖了他，那他对美国也不需要再那么忠心耿耿了。这也就是解释呢，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撤军的过程当中，明明撤军协议白纸黑字都已经谈好了还搞得这样狼狈不堪，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办法信任塔利班之外，也没有办法信任刚尼政府，对不对哈？你待我不好，我又何必对你有情有义呢？是。